第11章玄学型侦探。昏暗的房间内铺着一层薄薄的淡红月纱，所有的事物都隐隐绰绰，不够分明。三位穿黑外套的男子分别熟睡于不同的地方，而那组小沙发上，克莱恩半融于黑夜般闭着眼睛，似乎也进入了沉眠。他的梦境是灰蒙扭曲的世界，时而闪过光华，最终这些光华定格成了一幅画面。那是阴森的角落，地面流淌有污水，黄褐色短发、白衬衣、棕马甲的男子靠躺于墙边，身边围着密密麻麻的灰色老鼠。这个男子的嘴唇被啃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略黄的牙齿和腐烂的牙龈，他的鼻子只剩下血污，混杂着些许短毛，脸上一块又一块的血肉消失不见，清晰呈现出森然的白骨，一条条白色的肥胖的蛆虫在各处钻进钻出，不断蠕动，而喉咙位置似乎被某个野兽啃咬过，缺失了至少一半。克莱恩勉强辨认出这是泽瑞尔·维克托里，他和伊恩给的那张黑白照片里成熟英俊的样子已没法等同起来。泽瑞尔已经死了，再过几天估计会被啃得只剩骨头，甚至可能连骨头都不齐全。克莱恩脱离梦境，回忆着刚才看见的画面，过往的一次次经历让他已经能较为平静地目睹类似的尸体。望着窗外的绯红之月，克莱恩思考了10来秒钟，决定尝试通灵，对沙发旁边的黑衣男子通灵。相应的安曼达纯露和灵芝眼药水，他在前面几天的准备里已分别配置了一瓶。至于宁静药剂，克莱恩并不需要，他本身就能在别人入侵梦境和强制通灵的时候保持冷静与理智。布置好简单的祭台，并让幽静安宁的香味发散开来，制造出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后，克莱恩向自己，向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做出祈求。接着他进入灰雾之上，用超过2/3的灵性给予回应。等我晋升序列期，类似的祈求应该也能像召唤和献祭仪式一样，略微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环视四周，克莱恩做着粗略的判断，并迅速返回了现实世界。他穿过宛若星空般的天地和混乱嘈杂的思维风暴，进入了目标男子的心智层面，看见对方虚幻的身影漂浮于半空。谁派你们到泽瑞尔家的？克莱恩望了一眼，沉声问道。那男子的虚影眼睛无神，浑浑噩噩地回答道：莫尔索，莫尔索派我来等待一个叫做伊恩的男孩。他的心灵世界里光影随之变化，呈现出一个瘦削精悍、肤色较深的男子，正是克莱恩之前在蒸汽地铁上遇到的追赶伊恩的那群人的首领。果然是他。克莱恩在回应祈求时消耗了太多的灵性，此时已开始感觉疲惫，忙抓紧时间问道：又是谁指使莫尔索的？不知道，他是我们兹曼格党的处刑人，没谁能够指使他。除了老大，那男子茫然说道。兹曼格，高原雨里勇士对应的单词。伪历史学家真神秘学家的克莱恩脑袋忽的抽痛，身体不由自主就往着思维风暴外飞去。没用多久，他脱离了通灵状态，只觉脑袋空洞的抽搐着。他没有急着离开，有条不紊的收拾好材料和黄褐色短发，往外打开了凸肚窗的窗户，让阴冷的夜风吹拂入内，驱散着安曼达纯露和灵芝眼药水的味道。这个过程里，克莱恩回到阳台位置，将大门从里面锁上，并擦拭了所有自身触碰过的地方。等到泽瑞尔的卧室恢复了之前的状态，他才对着那3位依旧熟睡的男子按胸鞠躬，行了一礼。直起腰背，克莱恩戴好手套，一撑一跃，敏捷地翻到了凸肚窗外，并垫着脚尖，借助异常狭小的空间稳稳站住。他将竖直的插销往上抬起，用塔罗牌挡在底部，使用小丑的能力感受着细节，调整着平衡。过了几秒，克莱恩缓慢抽回了那张塔罗牌，竖直的插销竟稳定在了原地，没有往下掉落。唰，他先关上了没有插销的那半扇窗户，接着闪了过去，右手猛地往内一推，将另外半扇合拢。这个动作速度之快，让插销直到有震动才往下掉落，精准地插入了配套的铁孔里。哐当，难以消除的声音响起，就像有劲风拍到了玻璃表面。克莱恩知道卧室内的3位男子将缓慢醒来，不再耽搁，直接跳向了街道。2楼的高度对现在的他来说不会有一点危险，只是落地的时候没法再保持无声，同样制造出了不算明显的动静。克莱恩快速离开附近，离开了蔷薇长街，但没有直接乘坐出租马车返回乔伍德区明斯克街。他拐了几个弯，向着紧邻的东区行去。
阴冷的夜晚，风凉飕飕的刺入骨头，克莱恩打了个寒战，决定以后的行动得加件毛衣，决定接下来几天去购买木炭，让壁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不知过了多久，没带地图的他凭借直觉进入了贝克兰德东区。这里的煤气路灯很少，远远的才能看到那么一两盏，要不是今晚乌云未曾遮蔽红月，克莱恩相信很多路段都会漆黑到根本看不清。走着走着，他忽地看见前方深沉的昏暗里出现了一双双眼睛，有一道道佝偻的身影相继凸显，他们从模糊的远处摇晃而来，沉默无声。活尸！克莱恩猛地停顿，探手握住安魂符咒和塔罗纸牌，并迅速开启了灵视。他看到了不健康很虚弱的气场颜色，也看到了那一道道身影的模样，这些都是活人，正常的活人，只是表情麻木，眼神空洞，动作无力，有男有女。差不多过凌晨了，他们怎么还在街上走？克莱恩疑惑戒备的靠向一边，从街沿越过了这群人，但很快他又遇到了第二波、第三波，同样的麻木中蕴含着痛苦。他微皱起眉头，正要上去询问，突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喝骂声：“起来，都给我起来！你们这些婊子养的！街道和公园不是给你们这些家伙睡觉的地方。”克莱恩怔了怔，脑海里旋即冒出济贫法相应的单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自身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呼！克莱恩吐了口气，加快脚步，往着他位于东区黑棕榈街的那个一居室房屋行去。在那里，他睡了2个小时，初步恢复了灵性，然后再次出门，折了根枯萎的树枝作为补杖。泽瑞尔尸体的位置，泽瑞尔尸体的位置。一次次占卜中，借助黄褐色短发的一次次占卜中，克莱恩走了许久，走到了东区一角。那里有个下水道入口。12年前那场大瘟疫后，鲁恩王国逐步在首都建立起了先进的下水道系统，一举超越了英蒂斯共和国的罗塞尔遗产。移开盖子，克莱恩屏住呼吸，沿着竖直的金属阶梯往下爬去。因为不是特制的衣物，没用多少口袋，无法带太多的物品。他舍弃了从弗莱那里学来的克拉格之油，提神醒脑排除异味的克拉格之油，此时分外地后悔。10来秒后，克莱恩双脚着地，感受到了地面的粘稠，肮脏的感觉刺激的他手臂和身体都冒出了细密的疙瘩，但他只能强行忍耐着，继续向前行走，在空荡安静的下水道内向前行走。前方出现岔路，其中一条相对隐蔽，有浓浓的比其他地方更加恶心的臭味飘出。克莱恩拐了过去，一直走到尽头，便看见了密密麻麻的灵性光点和气场颜色。无需使用蜡烛，他开启了灵视的眼睛里，直接映照出了阴森的角落，映照出了那具腐烂的、被啃得破破烂烂的尸体。这与他在梦境占卜里见到的画面一模一样。灰色的密密麻麻的老鼠们四散奔逃，但也有部分留在原地，不肯离去，舍不得食物。确认是泽瑞尔后，克莱恩只犹豫了一下，便快速布置起通灵仪式。如果伊恩的描述没有问题，泽瑞尔死亡也就几天，通灵应该能收获一定的粗浅的信息。他颇有自信的想到。随着风的打旋，随着灵性之墙的建立，老鼠们全部逃走了。克莱恩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仪式，就像之前那样。泽瑞尔的死因，泽瑞尔的死因，一遍遍低诵里，克莱恩眼眸转黑，不见了瞳孔，不见了眼白，迅速就借助冥想进入了梦境。可是那一片雾蒙蒙的虚幻世界里，什么也没有呈现。克莱恩睁开双眼，微皱眉头的做出判断：通灵失败。有人处理过泽瑞尔的灵，这件事情有非凡者参与啊！伪装成泽瑞尔，让一位位侦探都未能识破，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点。沉思一阵，克莱恩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到此为止，不再深入掺和，反正他的委托算是超额完成了。让伊恩报警去，他低语一句，收起材料，解除掉灵性之墙。第12章，不露痕迹的引导。克莱恩没去触碰泽瑞尔的尸体，就这样退出了那条岔路。咚咚咚，远处突有声响传来，在空洞冷清的下水道内不断回荡。克莱恩侧耳倾听了几秒，果断沿着污水河两侧的肮脏水泥路撤向了出口。对他来说，不涉及自身的事情完全没必要冒险。攀爬离开下水道后，克莱恩重新将铁盖合拢，稍微处理了附近，这才返回他在东区租住的那间一居室，换了身衣物，去掉了伪装。
接着，他戴上金边眼镜，步行去了另外的街道，乘坐出租马车，于凌晨3点的安静和寒冷里回到乔伍德区，但并非明斯克街。之后，克莱恩又绕了个大圈，确认没人跟踪后，才进入自家，一直睡到天色大亮，门铃叮叮当当的摇晃。他猛地翻身坐起，穿上衬衣，扣好马甲，快步下到1楼，拉开了房门。而在此之前，小丑序列的预感能力已经让他于脑海内自然勾勒出了访客的形象。不太合身的老旧大衣，圆顶的棕色帽子，破破烂烂的挎包，鲜红的双眼，清秀的脸庞，沉静的气质，正是昨天来委托任务的大男孩伊恩。上午好，莫里亚蒂侦探伊恩打了声招呼，左右望了一眼道，有收获吗？我就是路过，顺便问一句。克莱恩郑重点头道。有。伊恩似乎吓了一跳，竟好半天无法开口。过了一阵，他嗫嚅着嘴唇，愕然问道：你确认泽瑞尔先生的状况了？是的。克莱恩顿了顿，正色道：我发现了泽瑞尔的尸体。伊恩瞳孔一缩，低声重复。他并没有太明显的惊讶，似乎已经预料到可能出现这最坏的结果。克莱恩静静看着，未曾插话。呼！伊恩吐了口气，警惕的环顾一圈道：你的效率让人惊叹，你可以带我去看一看泽瑞尔先生的尸体吗？没问题，事实上我正打算这么做。克莱恩想了想道：我希望你报警的时候不要提到我，就说自己发现的，我想你懂得怎么编织理由。伊恩对此毫无诧异，他很清楚，不是每一位侦探都喜欢和警察打交道。事实上，除了很出名，时常为警察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和相应帮助的大侦探，其他人都受着警察的歧视，被他们排斥，甚至敲诈勒索，这就是鲁恩王国的现状。好的，伊恩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考虑到要进入下水道，克莱恩换了套普通劳工阶层的衣物，戴了顶猎鹿帽，取了盏马灯。两人乘坐公共马车抵达东区，在一双双或麻木或恶意的眼睛注视里，步行半个小时，来到那个偏僻的下水道入口。怎么找到的？伊恩看着克莱恩搬开盖子，往下攀爬，半是惊讶半是好奇地问了一句。克莱恩注视着下方，随口回答道：娴熟的训练，这包括诸多推理、调查、跟踪和盘问的技巧。伊恩跟着进入下水道，不见恶心的点了点头。你似乎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克莱恩没有正面回答，拎着早已点亮的马灯，带着伊恩拐入岔路，来到那个阴森的角落。刚刚靠近，他的眼睛就微微一眯，因为泽瑞尔的尸体比昨晚残缺了许多，少了一条胳膊和半边肋骨，这不是老鼠能够办到的。克莱恩暗自嘀咕了一句，没提醒伊恩。借助马灯的光芒，伊恩看清楚了尸体的样子，他猛地蹲下，呕吐了起来，逐渐呕出了黄绿色的胆汁。克莱恩拿出准备好的克拉格之油，拧开瓶塞，弯腰将端口凑到了伊恩的鼻子前。伊恩豁然打了个激灵，缓和了下来。10几秒后，他有些虚弱的低语道：谢谢。他缓慢站起，又仔细审视了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几遍。我可以确认，他就是泽瑞尔侦探。很遗憾，克莱恩礼貌的回应道：我建议你报警。伊恩微不可见点头，跟着对方返回了地面。这时，克莱恩拍了下手：我的任务到此为止，之后该怎么做，由你自己决定。伊恩沉默了几秒道：我还欠你3件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事实上，我暂时只想好了一件。克莱恩坦然回答道：我想知道哪里能弄到枪和子弹，不需要全类武器使用证的情况下。伊恩几乎未作思索的说道：贝克兰德桥区域、铁门街、勇敢者酒吧，找卡斯帕斯坎利宁，就说是老头介绍的。好的，剩下的2件事情等以后再说，我有预感我们会再次见面的。克莱恩故作轻松地点头。伊恩望了他一眼，保持着漠然的状态，什么也没说。两人就此分开，向着东区不同的街道行去。那偏僻的地方再次恢复了寂静。走了一阵，克莱恩突然转身，原路返回，然后躲于隐蔽的拐角处，窥视着那个下水道的入口。等待了2、3分钟，他看见伊恩悄无声息的返回，警惕的四下张望。克莱恩及时收回了视线，背抵着墙壁，倾听起动静。他听到了铁盖被移开的摩擦声，听到有人正攀爬往下。谨慎的探出脑袋，克莱恩发现伊恩已重新进入下水道。泽瑞尔的尸体上藏着线索，或者某件物品。这件事情的水果然很深啊。他若有所思的颔首。
满足了好奇心的克莱恩不再停留，真正的离开，打算过2天再去找卡斯帕斯坎利宁。下午茶时分，格莱林特子爵位于皇后区的家中，书房的大门紧紧关着，将里面的4人与外界参与沙龙的宾客们彻底分开。修、福尔斯，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奥黛丽身穿有诸多蕾丝装饰的淡黄色长裙，将一个鼓胀的信封推给了书桌对面的2位女士。修本想客气2句，但他的手已快一步地抓起了那个信封，感受到了金钱的重量，他只好诚恳地说道：奥黛丽小姐，感谢你的慷慨，你的诚信让你更加美丽。说话间，他已解开了信封上绕着的细线，看见了里面的钞票，那是颜色整齐划一的灰底黑纹纸币，厚厚的，散发着特殊的油墨香味，让人心旷神怡的油墨香味。10磅。修抽出一张，确认了面额。旁边看似慵懒不在意金钱的福尔斯不知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这至少，修观察厚度，揣摩着一共有多少张。他忍不住和福尔斯对望了一眼，看见了彼此眼中的诧异。这比他们想象的报酬明显要多不少。奥黛丽浅笑道：一共800磅，你们自己决定怎么分配。那件事情让你们遭遇了危险，对此我很抱歉。800磅，不需要道歉。再来一次，即使知道可能的后果，我也会接受那个委托，就算只是平分，加上我的积蓄，也足够买到治安官魔药的配方了。1米5出头的修直愣愣地看着信封里的钞票，恨不得把它们全部抽出来，反复点数。他相信慷慨的大方的美丽的奥黛丽小姐肯定不会短缺报酬，但万一对方数错了呢？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修抬起右手，顿了几秒，又默默放下。福尔斯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感慨道：这比我暴风山庄这本书到目前为止获得的总稿酬还要多。我该赞美奥黛丽小姐，还是自嘲作家的贫穷呢？他无声补了一句。坐在沙发上的格莱林特子爵也有点艳羡，但不是艳羡修和福尔斯。作为一个财政状况还算良好的子爵，800磅并不算大数目。他艳羡的是奥黛丽出手豪爽，一点也没有负担。嗨，格莱林特子爵清了清喉咙，如果你们能弄到药师的配方，我也会给你们不菲的报酬，我们尽力。修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接着他望向奥黛丽，我们最近接触到了一次心理炼金会的人，你想要的观众魔药很快就会有线索。修，我已经序列8了，比你厉害。奥黛丽矜持笑道。我很期待说完正事。4人边闲聊非凡圈子的种种传闻，边在奥黛丽的示范作用下，各自寻找起想要阅读的图书。忽然，修眼睛一亮，看到了2本硬封皮的图书，鲁恩王国贵族史和文章学。与此同时，福尔斯也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福萨克帝国人物地理志和环游北大陆。尊敬的格莱林特子爵，我可以借这2本书吗？我很快就会归还。修恳求般的望向书房的主人。格莱林特不甚在意地点头道：没有问题。听见他的回答，福尔斯赶紧也提出了请求，同样得到了允许。目睹这一切的奥黛丽嘴角微勾，矜持地看向了旁边，假作找书。作为一名合格并获得了晋升的观众，在多次接触后，他已准确把握到了修和福尔斯在某些方面的偏好，借此提前进行了布置，无人察觉的布置，让受到引导的人觉得那就是本身的意愿，正是观众能力的体现。傍晚时分，修窝在沙发上，向着壁炉，就着煤气灯，翻看着鲁恩王国贵族史。福尔斯则参加作家圈子的聚会去了。看了好一阵子，修突然感觉硬纸封皮有些奇怪，于是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找到了夹层，找出了一张古旧的纸，纸张正面布满了罗塞尔大帝创造的那些特殊符号，背后则书写着一段古赫密斯文。格莱林特子爵的先祖破译了一些罗塞尔大帝的特殊符号，修猛地兴奋，他艰难辨识起那段古赫密斯文，无声默念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第13章，惊恐的修。乔伍德区明斯克街15号。吃饱喝足的克莱恩坐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身侧是燃烧着木炭的壁炉，温暖如同初夏的环境里。他穿着白衬衣、黑马甲和薄长裤，双手展开报纸，翻到了各种小广告最多的那版。一款新型交通工具，急需投资，具体面议。克莱恩默念了2遍，伸手从旁边的暗红色小圆桌上拿起一根铅笔，将该条消息圈住。明后天如果没有委托上门，
他就打算去看一看所谓的新型交通工具有没有投资价值。这种事情无法预先占卜，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希望是类似自行车的产品。克莱恩刚无声自语了一句，耳畔忽地回荡起层层叠加的虚幻气球。谁？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太阳同学？或者贝克兰德银行内某位抄写我密码的职员？克莱恩念头一闪，放下报纸，回到卧室，反锁住了房门。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他看见古老斑驳的青铜长桌边缘，愚者座椅的侧方，有明澈的光华一圈圈荡开。一算经验丰富的克莱恩沉稳坐下，蔓延出灵性，以回应祈求的姿态触碰向了那片光的涟漪。他眼前场景豁然变化，呈现出一组模糊的沙发，上面蜷缩着一个身穿见习骑士服装的娇小女性。没有抄写密码。再看一张纸，克莱恩忽的醒悟，弄清楚了事情的缘由。他应该就是正义小姐提到的需要我考察的2位非凡者之一。沉吟10几秒，克莱恩没有真正给予回应，打算半夜再进行这一步，然后从对方的反应、态度和处理手法上考察他的性格与能力。当然，他绝对不会强迫别人加入塔罗会。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刚念完那段古赫密斯语的修愣了几秒，腰背一弹，猛地坐直。这似乎大概可能是某位隐秘存在的尊名，他惊恐地认知到了这一点，而他的神秘学常识和听来的种种传闻都告诉他，一旦诵念了某位隐秘存在的完整尊名，那往往就意味着引来了对方的注视。这种注视的后果大概率不会美妙，甚至可能凄惨。那些隐秘的存在不少是邪神恶魔的化身，而且我还是用无保护的古赫密斯语诵念的。我真傻，我为什么要用心辨识，认真默念？修惶恐地环顾四周，很怕安静的房屋内突然出现言语无法描述的怪物。沙发、茶几、橱柜、餐桌、椅子、油画等物品一一映入他的眼帘，没有任何的改变。警惕了几十秒，修稍微放松了一点，自我安慰道：不用怕，不用怕，我刚才只是念了尊名，没有接后续的祈祷咒文，这属于不完整的仪式，应该不会引来注视，而且那尊名有不小的可能是纸张的主人根据罗塞尔大帝的特殊符号转译过来的，未必正确。可是我听说邪神恶魔如果产生了兴趣，即使仪式不完整，也会给予回应。我真傻，真的。想着想着，修又哭丧起了一张脸，感觉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又等待了几分钟，见没有明确的回应，修鼓了下腮帮子，缓慢吐了口气。他将纸张夹回鲁恩王国贵族史那本书籍内，心情略显沉重的进入盥洗室，拧开龙头，打算用冷水清醒一下。哗啦啦，近乎透明的水往下流落，修扶低腰背，伸出双掌捧了少许。他正要将冷水往脸上涂抹，眼角余光忽地看见洗漱镜内多了一头长长的微卷的褐发，而他本身是及肩的杂乱的黄发。豁然之间，修根根汗毛唰的立起，他脚下用力，双手一撑，猛然往后弹出，半转身体，一肘即撞。啪！他靠住了一具温热的身体，撞得对方发出熟悉的惨叫，跌倒于地。修停止了后续的动作，看向正抱着肚子疼痛翻滚、眼泪汪汪的好友，他嘴角不自觉抽搐了一下，道：福尔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福尔斯没立刻回答，缓了一阵，才撑着墙壁慢慢站起，抱怨道：我刚回来。修，你疯了吗？都不看清楚就动手，下这么重的手，你从哪里进来的？修尴尬的反问道。从盥洗室的窗户穿进来的。怎么，有问题吗？作为一名学徒，不带钥匙是正常的行为，福尔斯理直气壮的回答道。修顿时挺直腰背，将责任全部推了回去。那你为什么不走门？你刚才真是吓到我了。福尔斯眨了眨眼睛道，那样还得绕半圈，太麻烦了，我习惯走直线。他顿了下，疑惑道。不过，修，你的反应太激烈了吧？修在丢脸和丢命之间挣扎了3秒钟，坦诚的回答道，因为我犯了个错误，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福尔斯揉着肚子，又茫然又关切的问道。修忙将自己发现树皮夹层，找到一张陈旧的纸，不小心辨识默念出了上面疑似某位隐秘存在尊名的古赫密斯语咒文的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你的脑子呢？应该没什么事情吧？仪式并不完整，而且谁知道是真是假？
福尔斯打量四周，莫名也觉得有些凉飕飕的。他跟着修回到客厅，看见了那张泛黄的纸，看见了上面的罗塞尔特殊符号和那段古赫密斯文。一眼扫过，专业的神秘学研究者福尔斯轻轻颔首道：“不是我知道的那些邪神恶魔和隐秘存在，问题不大，而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事，说明应该不会有事。”剑修放松下来，他想到肚子的疼痛，恶意的补充道：“当然，真要出什么事情，以我们的能力也无法自救。”羞得脸色刷得变白，脱口而出道：“福尔斯，今晚我们一起。”算了，我还是自己睡。福尔斯动了下眉毛，呵呵笑道：“好吧，其实不用担心。你想，我每逢满月都会听到奇怪的呓语，但也没出现疯狂或失控的迹象。我们研究下另外3册书，如果有同样的纸张和皱纹，那就说明很可能是格莱林特子爵的恶作剧。”两人忙翻出文章学等图书，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遍，没有额外的发现。修看着福尔斯，福尔斯看着修，气氛又变得沉凝。或者，今晚我们潜入圣塞摩尔教堂的弥撒厅睡觉。修突发奇想的提议道：“这是黑夜女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为什么不是圣希尔兰教堂？我不认为黑夜女神会庇佑我。”福尔斯下意识回了一句：“那是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在圣乔治区，毗邻着东南方向的诸多大工厂。”信仰不同的2位女士又陷入沉默。过了一阵，福尔斯叹息道：“而且那会让我们被职业者或者机械之星盯上，这或许就是那位隐秘存在的目的。好了，睡吧，等到明早就知道答案了。如果到时候还没有事情发生，就说明真的没有问题了。”半夜时分，不算圆满的红月被乌云遮蔽了光芒，而贝克兰德的天空已很少能看见璀璨的繁星。克莱恩本能醒来，先被下床，进入了灰雾之上，坐至属于愚者的那张高背椅。他准备回应正义小姐的那位同伴，让事情进入考察流程。就在这时，他忽然有了个新的想法，也许可以试一试这种情况下能否将人拉入灰雾之上。那位小姐应该睡着了，即使我的尝试成功，她事后多半也会以为只是一场较为清晰的梦。如果成功，就及时断掉，不让她看清楚周围的景象。反复推敲了一阵，克莱恩伸手点向了那不断荡开涟漪的光圈，以建立联系的方式。突然之间，他只觉自己的灵性在疯狂涌出，让整个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都微微颤动。就在克莱恩以为自己的灵性会被完全抽干时，一切平静了下来。青铜长桌边缘浮现出一道模糊扭曲的身影。修睡意浓重的张开眼睛，看见了无垠的灰雾，看见了一张古老的高背椅，看见了俯视着自己的黑影。克莱恩心中一喜，当即按照预定的规划切断了联系。那朦胧的娇小的身影消失了，可灰白的雾气内却多了一团深红的虚幻的星辰。克莱恩望着这一幕，确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有人诵念自己的名，他就可以将对方拉入灰雾之上。而深红的星辰属于建立了稳固联系的表征，但也有一定的限制。以我目前的实力，顶多再建立一个联系。根据刚才的体验，我现在的灵性水平顶多能拉入比我高一个序列的非凡者，而且未必可以，只是初步的判断，和我同序列或者更低的倒是没有问题。克莱恩满意的想到，他无需再另行回应，刚才的尝试已经足够。唰的一下，睡梦中的修坐了起来。他一直担忧着诵念了尊名的隐患，刚睡着没多久，结果就梦到了一片神秘的空间，梦到了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灰雾身影。这梦是如此的清晰，清晰到让修感觉害怕。他望了眼旁边熟睡的福尔斯，颤抖着想到，是恐惧导致的噩梦，还是因为隐秘存在的注视有邪灵缠身。明晚正好有一个非凡者圈子的聚会，我除了买配方，还得找个擅长驱邪的人净化一下第14章。发明家雷帕德。雾蒙蒙的清晨，克莱恩坐在自家餐桌前，将特意买的燕麦面包掰碎进入牛奶里，改良着吃法。虽然他的身体早已改变，但对美食的追求和执着却铭刻在了灵魂里。完全无法适应鲁恩王国单调重复的早餐风格，只能尽量多做尝试，不拘泥于吐司、面包、培根、香肠、黄油和奶油这些，努力拓展着边界，丰富着吃法。比如他的食谱内新增了南方流行的猪肉馅饼、费内波特面、烤玉米薄饼等品种。福萨克帝国的鱼子酱也不错，就是太贵了，只适合正式的餐会。
克莱恩用汤勺舀起泡软的小块燕麦面包，将它塞入口中，紧紧烧油咀嚼，就感受到了流淌出的染满麦香的牛奶，而面包的回口愈发香甜。吃完早餐，克莱恩放下叉勺，没急着收拾，拿起刚送来的那几份报纸，悠闲地展开阅读。等下做个占卜，如果没什么事情，就去圣乔治区萨奇街拜访雷帕德先生，看他的新型交通工具有没有投资的价值。贝克兰德还真是大啊，每个区都几乎等同于廷根市，东区尤其夸张，至少超过了2倍。最便捷、最省钱的出行方式还是双脚转蒸汽地铁，再转双脚，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克莱恩漫无边际地发散着思维。贝克兰德的公共马车系统与廷根相似，定价也差不多，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之中很大部分只局限于单独的一个区，如果要从乔伍德到圣乔治，途中需要转乘好几次，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这样的状况让新型交通工具的前景变得非常诱人。咚咚咚！就在这时，巨大如锤的敲门声回荡开来，钻入了克莱恩的耳朵。谁呀？都不知道拉门铃。他嘟囔了2句，理了下领口，来到门边，伸手拉开。出现于他眼前的是位熟人，之前在蒸汽地铁上追赶小伊恩的那位高原男子，皮肤偏黑，眼窝深陷，瘦削精悍的那位高原男子。根据克莱恩通灵的结果，他叫做莫尔索，兹曼格党的处刑人，位置不低的头目。请问你找哪位？有事情想要委托我？克莱恩故意表现出了些许迷惑。莫尔索穿着黑色外套，头戴浮夸的丝绸礼帽，但一点也不像绅士。他目光冷漠地打量了克莱恩一眼，用带着浓郁高原口音的鲁文语反问道：你就是夏洛克·莫里亚蒂？是的，克莱恩简洁地回答道。莫尔索生硬地点头道：我想委托你找一个人，具体什么情况进来再说。克莱恩没让自己表现出丝毫异常。莫尔索冷淡地摇了摇脑袋，不需要说完，他的眼睛忽然变得锐利。我要找的人叫做伊恩·赖特，他有双鲜红的眼睛，大概15、16岁，喜欢穿棕色的老旧的大衣，戴同色的圆顶帽子。我想你应该认识他。克莱恩笑了一声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莫尔索似乎没有听到对方的否认。他是一个小偷，偷走了我一件很重要的物品，只要你能找到他，就可以获得至少10磅的报酬。你们提供的线索太少了。克莱恩随意找了个借口。30磅。莫尔索给出新的报价。克莱恩望了他一眼道：不，这有悖我的保密原则。50磅。莫尔索冰冷的回应道：很抱歉，我不会接这个任务。克莱恩怔了2秒，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莫尔索缓慢的深深的审视了他好几秒，目光逐渐变得冷酷和凶狠。他没再给出新的报价，也没有礼貌的告辞，猛地转过身，快步走向了街尾。这个黑帮的情报能力很不错嘛，竟然知道伊恩曾经来找过我。克莱恩暗自感慨了2句，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太多的担忧和畏惧。我毕竟是直面过邪神子嗣的人，虽然隔了层肚皮。想着想着，他的笑容忽然灿烂，开始抛硬币，决定今天是否要出门。答案是肯定。圣乔治区萨奇街，有轨公共马车转蒸汽地铁转无轨公共马车的克莱恩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总计花费11便士。他刚走出车厢，就发现外面飘起了淅淅沥沥的阴雨，而他并没有带伞。据报纸和杂志讲，这是贝克兰德的日常。帽子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女士和先生们不会随时都携带着伞。克莱恩按了下自己的半高丝绸礼帽，小步快跑地冲到9号房屋的外面，借助屋檐遮挡住了雨水。他拍掉身上明显的水珠，拉响了门铃，但他并没有听到布谷布谷的声音，也未察觉叮叮当当的动静。门铃坏了。克莱恩正要抬手敲门，忽然发现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他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来者的身影，一位高瘦的黑发蓝眼的30来岁先生，对方穿着灰蓝色的工人服装，但却显得文质彬彬。吱呀，房门打开，那位先生揉了下额角道：请问你找谁？有什么事情？克莱恩取下礼帽，微微弯腰道：我是来找雷帕德先生的。我对他的新型交通工具有些兴趣。那位先生眼睛豁然一亮：我就是雷帕德，请进。他侧过身体，让克莱恩进入，但门厅位置并未摆放有衣帽架。克莱恩只能靠好手杖，不脱外套的跟着雷帕德来到客厅。不得不说，这位先生的家非常凌乱，仅客厅的茶几上就摆放有许多件机械相关的物品，比如扳手、
轴承和螺丝刀。你想投资多少？啊，对了，你想喝咖啡还是红茶？红茶好像没有了。雷帕德脱口而出道：“这位先生有点直白啊，似乎不太擅长人际交往。”克莱恩念头一闪，改变了预定的说辞，直截了当的回答道：“我必须先看到你的新型交通工具才能做出决定，我没办法在什么也不了解的情况下给予承诺。”说话的同时，他环顾四周，看见了悬挂于墙上的三角圣徽，这是蒸汽与机械之神的象征。牢固的三角形里面填充着蒸汽、齿轮和杠杆等符号。雷帕德对克莱恩直奔主题的方式并无反感，当即说道：“我领你去看。”话音刚落，他猛地拍了下脑袋，差点忘记了，我们必须先签署一个保密合同，确保你不窃取我的发明。雷帕德先生，你的记忆力也不太好啊。克莱恩笑笑道：“没问题。”签署完简单的合同，雷帕德领着克莱恩进入了疑似起居室的屋子。他将这里和隔壁的客房、地下室打通，变得宽阔了许多，空旷了许多。地面凌乱摆放着诸多零件，一个半人高的近似马车车厢的粗糙事物耸立于中央。另外，门铃的线也连到了这里，并进行了巧妙的布置。只要有人拉动那根绳索，机械装置就会弹出一个钢珠，让它沿着特殊的轨道滚动，撞击位于中央的事物，产生当的回响。这声音肯定不会太大，但足以惊醒沉迷于机械的雷帕德。那就是你发明的新型交通工具。克莱恩指着位于中央的粗糙事物道：“是的，我根据罗塞尔大帝的想象发明的。”雷帕德眼神狂热的回答道。罗塞尔大帝的想象？克莱恩愕然反问。雷帕德用崇拜的口吻解释道：“罗塞尔大帝留下了一部手稿，里面绘制着他对未来各种机械装置的想象。他真是一位卓越的天才，不，大师。里面很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呵呵。”这部手稿保存于蒸汽与机械教会，不是虔诚的信徒没有办法借阅到。大帝，你还不给别人留活路啊？克莱恩嘴角一动，险些无法保持笑容。具体介绍一下。他转移了话题。雷帕德领着克莱恩走到那个粗糙的金属事物前，唰地拉开门道：“这是不需要马的交通工具，车夫坐在左前方，不断地踩动踏板，通过杠杆、链条等连接4个轮子，让它们翻滚向前。而在轮子上面，我采用了橡胶充气的办法，这会让行驶变得平稳，所以也就是人力汽车。”克莱恩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他斟酌着说道：“这么庞大的箱体，至少4位的乘客，单纯靠人恐怕无法行驶多远。这正是我接下来的目标，减轻重量并放大杠杆的倍数。但我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太乐观，无法支撑更多的尝试。”雷帕德希冀地望向克莱恩：“为什么不考虑别的方式，比如用蒸汽做动力？”克莱恩缓慢组织着语言道。雷帕德摇了摇头：“这已经有人发明了，但体型非常大，在很多街道上都出现了行驶困难的情况。”克莱恩等的就是这句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更加简单的，比如只有2个轮子，只能载1个人，不要外壳的？你是说脚踏车类型？雷帕德仿佛在思考般反问道。罗塞尔的手稿上有。克莱恩沉重地点了下头。是的，其他人发明的那些脚踏车都不太实用，简化这个好像真的可以，确实不太一样。可是谁会买？雷帕德自言自语般说道。克莱恩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方向：邮差，有点积蓄的工人阶级，不需要太多体面但能攒下钱的商人。这在贝克兰德有很多。雷帕德想了一阵，微微点头道：“我可以试一下，但我没钱买零件了。我投资你100金镑，加上我刚才的建议，我共占据。”克莱恩犹豫着是说10%的股份还是15%好，毕竟100镑严格来说不算太多。你可以占据35%的股份，但只限于你描述的脚踏车项目。雷帕德抢先说道，怕对方提出太高的要求。成交。克莱恩当即笑道：“我们先草拟一份简单的合同，将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之后再找事务律师弄正式的合同，添加一些细节性的条款，比如要是再有人投资，必须先得到我的同意。”没有问题。雷帕德迫不及待的回答，只想快点购买零件。绵绵阴雨带来的昏暗里，克莱恩回到了乔伍德区明斯克街。他进入房屋，直奔1楼盥洗室，舒舒服服的解决了小腹鼓胀的问题。哗啦啦，水声回荡间，克莱恩弯腰洗手。就在这时，他脑海内突然呈现出了一幅画面，洗漱镜内映照有低着头的他，
昏暗的环境，以及一双位于侧方的眼睛。一双眼睛。第15章，主使者。几乎是本能，克莱恩猛地弯曲膝盖，侧摆腰背，往着另一个方向，也就是盥洗室房门的方向翻滚而去。嗖！一只黑羽小剑插在了洗漱台上，剑头仿佛骨质，泛着蓝汪汪的颜色，煞是好看。如果克莱恩刚才出现犹豫，那他必然逃脱不掉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翻滚稍顿，克莱恩探手摸向衣兜，试图抽出几张塔罗牌。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只觉一阵劲风扑面，眼角余光看见有道黑色身影高速靠拢，以超越常人的姿态骑到了他的近前，并绷紧脚背，由下往上一腿踢出。克莱恩见躲避不过，忙放弃刚才的想法，手肘一架，挡向了攻击。砰的一声，他只觉整条左臂瞬间变麻，身体难以遏制的被抽了出去，就像中产阶级最喜欢打的网球、壁球和目前流行于底层劳工的足球一样。好大的力量！克莱恩心中一紧，慌而不乱的于半空调整身体，改变姿态，勉强保持住了平衡，就像在表演杂技一样。啪啪啪！这个时候，树皮色的吹管才刚落到盥洗室的地面，弹向了门后，由快到慢。克莱恩刚要舒展身体，稳稳站住，应对后续的袭击，脑海内突然又闪过了一幅画面：身穿黑衣的敌人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比他预计更快的抵达。沉腰挥臂，一拳轰中了他的胸口。瞬息之间，克莱恩的身体重新团住，多转了半圈，就像不断落下又不断被抛飞的小球。啪！头下脚上的他伸手按向地面，剪刀般张开了双腿，让黑衣人轰来的拳头未能命中任何事物，穿过缝隙，打爆了空气。原本以胸口为目标的拳头，在克莱恩倒转身体后，只能打向他的双腿，而双腿是可以张开的。一按一撑，两腿下缩，克莱恩敏捷的跃向另外一侧，终于站稳站直。啪！他还未来得及审视敌人，黑色身影已侧身一靠，带起强烈的风声。反应好快，克莱恩忙上架双臂，挡在身前。砰的闷响声里，他就仿佛被一头黑熊给撞中，实在难以承受那磅礴大力，只能踉跄着往后退开，双臂险些失去了知觉。与此同时，克莱恩终于认出了袭击者是谁。他皮肤偏黑，瘦削精悍，眼窝深陷，正是兹曼格党的处刑人莫尔索。早晨来找过莫里亚蒂侦探的莫尔索。啪啪啪！莫尔索目露凶光，紧追而上，双臂连挥，或左勾，或右摆，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克莱恩的力量与对方差距明显，无法正面招架，靠着敏捷和预感才勉强躲过了这一套组合拳。不行，必须发挥我的优势。类似的念头闪过，克莱恩不再进行格斗的尝试，身体一矮，双腿一顿，向着侧方翻滚而出。咔嚓！一张椅子被莫尔索的抽腿踢得四分五裂。克莱恩手一撑，腰背用力，继续翻滚，要寻找机会拿出塔罗牌和自制的符咒。噔噔噔！莫尔索快步赶上，双腿交替踢出，不比敌人慢多少。他就像是一只拥有了敏捷天赋的巨熊，各方面都不存在短板，让翻滚的克莱恩只能先顾着躲避和招架，根本腾不出手抽牌拿咒。咔嚓！砰砰！椅子碎了，桌子翻了，衣帽架倒了，克莱恩绕了大半圈。形势愈发岌岌可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不断躲避，连滚带翻，寻求着一切扭转局势的机会。突然，他的眼角余光扫过了客厅内的茶几，脑海内一下有了想法。砰！单手一架，顺势后跃，克莱恩忍着疼痛，翻滚向了客厅区域。而这个时候，莫尔索双腿肌肉忽地鼓胀，就像充了气一样。噔！他踩的地面似有摇晃，整个人一跃而出，子弹般射到了克莱恩近前，接着一腿抽出。克莱恩勉强架了一下，又被抽飞了出去，哐当一声撞翻了茶几，撞得陶瓷茶具飞向橱柜位置，撞得原副钢笔、制式合同和各种报纸散落一地。眼见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的侦探被撞得浑身发软，一时难以站起，难以翻滚。莫尔索眼中凶光大盛，与瓷器相继破碎的声音里，向前一滑，膝盖顶出。克莱恩眼眸转身的看着这一幕，手中已然握住了一份制式合同。他逃向客厅，不顾预感的提示，继续翻滚往茶几，就是为了拿到一份制式合同，
或者一张报纸。眼见莫尔索的膝盖凶猛顶来，克莱恩的手腕忽然一抖。就在这时，他脑海内再次浮现出一幅画面，莫尔索脖子后仰的画面。嗖！克莱恩腕部微按，抖出了手中的制式合同。嗖！这合同就像金刚打造的飞镖一样，射向了莫尔索的喉咙。此时的两人相距不超过1米，而且随着对方的前顶越来越近，白影映入眼帘，莫尔索本能就向后一仰，试图躲避。噗！制式合同准确地扎入了莫尔索的喉咙，扎入了他的气管，泛着些许泡沫的血液流出。莫尔索跌倒在了克莱恩的身前，膝盖重重磕到了地面上。他抽出那份染血的制式合同，紧紧捂住了喉咙，但他却无法止住伤口血液的外流，眼神逐渐涣散。等到最后，他身体抽搐了几下，再也没有了动静。克莱恩缓了一阵，才有力量翻身站起，手指之间夹着几张塔罗牌，戒备着可能存在的反扑和另外的敌人。开启灵视，确认对方死亡之后，克莱恩环视四周，没发现别的气场颜色。直到这个时候，他的紧绷才缓和了一点，注意到椅子碎了2张，茶几磕破了不少地方，瓷器满地都是，整个客厅、餐厅和门厅一片凌乱。低下头，他又看见长礼服的袖子受损不少，讷质的外层沾了许多灰尘。忽然，克莱恩小声自嘲了一句：“这没法报销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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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笑了起来，像是遇见了什么能乐一辈子的事情，笑得险些前俯后仰，笑得整个屋子内只有他的笑声在回荡。几十秒后，克莱恩收敛住笑容，表情沉凝地走到了莫尔索的尸体旁边，他要让死人开口说话。熟稔的通灵仪式和自我回应后，克莱恩闻着清幽的香味，使用梦境占卜的技巧低语道：“莫尔索行动的主使者很快，眼眸变黑的他进入了梦境，看见一片灰蒙，灰蒙的世界忽有光影变化，凝出了一幅幅画面和场景。莫尔索前方是一个没戴帽子的中年男士，他白色衬衣的领口和袖口有着繁复的层叠的花瓣状的装饰，显得异常华丽，再配上紧身黑马甲和瘦腿长裤，花哨而浮夸。这位中年男士棕发蓝眼，脸庞瘦削，带胡茬却颇有味道，是个非常耐看的先生。他望着莫尔索，沉声说道：“不管你怎么做，一定要把伊恩·赖特找出来，尽量让他活着。如果死了，请在1个小时以内带到我的面前，最好是15分钟。”是，大使先生。莫尔索没有掩饰自身的桀骜，但依旧低下了脑袋。画面破碎，克莱恩皱起了眉头。大使先生，这件事情竟然牵涉到其他国家。从衬衣的风格看，这位大使很可能是英蒂斯共和国派驻贝克兰德的大使。伊恩只是一个大男孩啊，那位先生懂得通灵，至少身边有懂得通灵的人。克莱恩想了想，再次给出梦境占卜的语句。寻找伊恩·赖特的目的，灰蒙蒙的虚幻梦境里，克莱恩再次看见了刚才那位中年绅士。他注视着莫尔索，低沉开口道：“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给你魔药，给你金钱，让你能够成为兹曼格党的幕后话事人，不是让你来提问的，是让你做事的。你只需要知道，伊恩·赖特可能涉及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随着这场景的淡去，克莱恩又一次退出了梦境。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真是看不出来啊。伊恩，会是什么呢？魔药。莫尔索原来是非凡者，难怪他的格斗那么强，那么可怕。他应该是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非凡者。想法纷呈间，克莱恩感觉到了疲惫，自己回应自己的祈求确实太消耗他的灵性了。要想恢复到以前的通灵水准，他估计得等到自身成为序列期。结束仪式，解除掉灵性之墙，克莱恩望向莫尔索的尸体，仔细观察了许久。终于，他看见对方喉咙的伤口处有点点灵性光辉在汇聚，慢慢凝成了一片。小心翼翼抓起，克莱恩掌中多了一块形似地球果冻的深红色物品，这就是莫尔索遗留的非凡特性，不知道会是什么序列魔药的，这倒是容易确定。去灰物之上占卜一下就能得到答案。理论上来说，低序列的非凡特性，即使不用辅助材料，也能直接让人获得对应的能力，只不过服食后容易当场疯狂和失控。低序列魔药的辅助材料几乎不含灵性。克莱恩发散开思绪，又强行收回了注意力。一具尸体就这样摆在他的面前，让他对后续该怎么处理非常头疼。